香港嘅電視劇呢，好多時候都會用廣告公司嚟做背景嘅。咁到底拍出嚟嘅同真實嘅廣告公司有冇唔同呢？Hello，大家好，我係阿 V。我咧喺24歲咧就已經入咗廣告呢個行業啦。最初嘅時候咧就喺製作公司度工作嘅，1年後咧就轉咗去廣告公司度做啦。咁廣告公司同製作公司有咩唔同呢？顧名思義啦，製作公司就係製作㗎啦，例如電視廣告製作啦、平面廣告製作啦、巴士啦，或者一啲燈箱廣告嘅製作公司等等啦。而廣告公司咧涉及嘅範圍咧就會大好多啦。佢哋咧係策劃成個品牌嘅行銷概念同埋流程嘅，包括除咗你哋見到嘅電視廣告啦，可能係一啲展覽啦、一啲雜誌送禮啊，或者購物券啊、促銷活動啊等等咧，係整個推廣嘅流程嚟嘅。要幫個客戶計劃好1至2年佢嘅品牌推廣活動，係全盤嘅策劃嚟嘅。而裏邊咧涉及頭先有講過嘅有關製作部分咧，廣告公司都係會外判俾呢啲製作公司嘅。製作公司一般咧個規模就唔需要好大嘅，10個8個人咧就已經可以做到一間製作公司噶啦。而廣告公司咧，咁都要睇返你係本地嘅廣告公司啊，定係國際嘅4A 廣告公司啦。4A 係源自於美國嘅廣告代理協會嘅，呢個協會嘅成員咧有嚴格嘅標準，所有4A 嘅廣告公司咧一定要係比較規模大啲啦，同埋一啲綜合性跨國嘅廣告代理公司嚟嘅。咁乜嘢叫做4A呢？就係呢4個英文單字開頭嘅字母，咁啊擺埋一齊就叫做4A啦。初期咧就係由美國幾間著名嘅廣告公司去協商成立而組織嘅，咁成員咧就包括呢幾間廣告公司。而呢幾間廣告公司咧，而家咧都仲係好頂尖嘅。佢哋喺全球咧都有極高嘅聲譽啦，喺市場上面咧都佔咗好高嘅領導地位。4A 廣告公司咧就有好豐富嘅行業經驗啦，同埋好廣泛嘅全球資源，擁有好強大嘅專業團隊，可以幫到啲客戶咧喺行銷方面咧解決到佢哋嘅問題啦，幫助佢哋嘅品牌咧喺競爭咁激烈嘅市場咧脫穎而出。好榮幸我喺以上嘅其中一間工作過。好似我間公司咧喺香港咧就有300幾，差唔多400個員工，而全球咧就有300幾間分公司。當然有一啲國家咧可能會人多啲嘅，佢哋會喺唔同嘅城市啦或者省份啦都會有開分公司嘅。例如我之前咧都曾經被派過去中國市場啦。咁講返電視劇裏面咧同現實有咩分別啦？如果好似喺電視劇裏面咧要做一啲好大品牌嘅廣告啦嚇，即係大公司嘅廣告咧，佢哋揾嘅廣告公司咧必定係4A 廣告公司嚟嘅。就算係返香港原本嘅本地品牌都好啦，佢哋都會揾呢啲4A 公司嘅，因為大品牌係好需要一整套嘅推廣計劃。4A 廣告公司咧，一般同客咧就會簽1至2年嘅合約，就會整個計劃同佢哋去點樣安排呢1-2年間咧點樣去做推廣嘅。咁所以一啲小型嘅廣告公司嘅話咧，佢哋就好難做到呢一方面嘅安排，因為佢哋背後咧冇咁大嘅人力資源去支持到佢哋做呢一樣嘢。所以喺電視劇裏面咧，你見到10個8個人嘅廣告公司可以揾到一啲好大品牌嘅廣告咧，呢個係唔可能嘅。
我相信而家咧都唔係太大可能嘅。咁以下落嚟咧，我就講解一下一間4A 廣告公司裏面佢哋嘅部門同埋分工，等大家可以明白點解我話頭先我講話佢哋可能後面嘅資源唔夠啦。4A 廣告公司具體嘅分工咧就分3大部門，係有分客戶服務部啦、創作部啦同埋媒介部嘅。咁大分就係分咗呢3個部門啦。咁客戶服務部咧喺裏面，我哋亦都會分開有呢個主管啦、主任啦等等唔同嘅職位啦。咁客戶服務部顧名思義啦，佢哋就係同客戶聯絡啦，主要就係了解客戶嘅需要啦。咁咧喺佢哋嘅員工裏面咧，亦都可能會分開一啲負責邊類型嘅客戶嘅，有啲可能負責本地客戶啦，有啲可能負責外國嚟嘅客戶啦。因為本地客戶、外國客戶佢哋嘅需求有啲唔一樣，咁佢哋就會依呢個員工嘅本質啦，或者佢一啲背景咧，去俾翻一啲適合嘅客戶去跟嘅。然後到創作部啦，即係我做嘅部門啦。創作部咧係負責構思同埋執行廣告創意嘅部門。我哋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呢個執行創意總監。咁喺佢下面咧就會分組嘅。咁分組咧，每一組都會有一個創意總監加一個副創意總監，就帶住一條 team，帶住一組去做嘢。咁如果係2個人嘅話咧，就一個會係文案出身，一個會係美術出身。咁呢個係乜嘢咧？我之後會講嘅。咁如果對方可以一身兼兩職，就梗係最好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咧，都比較難嘅呢個機會。咁創意總監底下咧，就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小組啦。有負責文案嘅啦，即是我哋講嘅 copywriter， 主要咧嘅工作就係文字上面嘅創作，例如對白啦，或者一啲好精簡嘅標語啦，好似大家幾十年都好記得嘅好流行嘅逐漸變黑又得，立刻變黑又得，呢一句咧就係會出自呢個 copywriter 噶啦，就係呢個文案組嘅。咁另外咧就係有 art director 啦，就係美術指導咧，主要就係喺畫面上嘅嘢嘅。咁呢2個人咧，好多時都係需要一齊去創作一個廣告，一個就負責喺文字上吸引人，等人哋記憶好深啦；另一個就係畫面上咧要吸引觀眾啦。另外創意部門咧就包括電視廣告製作部啦、平面製作部啦、畫房啦、平面統籌咧4個細嘅部門。咁喺電視廣告製作方面咧，就係電視廣告監製啦，就係本人負責嘅呢一個部門啦。而呢一個部門咧就係專門負責電視廣告嘅統籌同埋整個廣告製作嘅組織啊同埋流程嘅。而實際拍攝廣告嘅過程咧，頭先講過啦，就係會外判俾製作公司負責嘅。另外平面部門啦，亦都會有監製啦，佢哋就係負責平面廣告嗰方面嘅啦。大家見到嘅喺地鐵見到嘅一啲廣告，需要點樣擺個 model 啦，點樣擺個產品啦，喺巴士見到嘅廣告咧，都係屬於平面廣告嘅。咁喺佢哋嘅部門咧，亦都有分手畫圖嘅同事啦，電腦畫圖嘅同事啦。最後啦，就嚟到媒介部啦，就係一啲關於廣告發行嘅媒體，例如電視啦、電台啦、巴士公司啦等等。例如你要放上去電視平台，你就要買電視台嘅 airtime， 買佢哋嘅時間去安排出呢一個廣告。例如報章雜誌啦等等，場地啦，呢啲都係需要由媒介部呢一啲去聯絡嘅。
我頭先講咗咁多部門，亦都講咗咁多唔同嘅職位啦，所以大家可以諗下喺電視劇裏面，你見到一個人做好多嘢啊，又負責呢樣，又負責見客，又負責度橋，呢件事咧係唔太可能發生嘅。當然有陣時咧，客戶服務部嘅人同我監製咧，即係呢個監製啦嚇，都會一齊去做 brainstorming，即係諗橋啦嚇。咁同頭先所講嘅 art director，即係美術部同埋呢個 copywriter 咧，都會坐埋一齊度橋嘅。但係呢個情況咧唔會經常出現嘅。通常咩時候出現呢？就係有鑊氣啦，所謂係啦，或者係例如個客嘅要求好特別啦咁樣。咁可能客戶服務部咧就要有人喺度當構思嘅期間、度橋嘅期間咧，就要睇下創作部嘅同事可唔可以達到個客咁離奇嘅要求啦。而我哋監製坐喺度咧，就係一個目的嘅啫，就係唔俾客戶服務部有太過分嘅要求啦。因為客戶服務部會為咗個客咧去爭取佢想要嘅嘢嘅，客戶想要嘅嘢嘅。咁但係我哋咧就監製咧就唔可以俾佢咁樣做啦。因為有陣時個客咧就會好誇張嘅諗法嘅。例如佢想揾隻馬喺電車路上面行，咁呢一樣嘢真係好難做到啦，係咪啊？咁監製喺度嘅用處咧，就係要話俾佢聽唔得喎，喂，你咁樣樣咧，實際情況做唔到喎。另外咧就會超支嘅喎，over budget 嘅喎。你要封路啦，你要同政府申請啦，跟住咧你電車公司咧唔可以運作咧，我哋就要俾幾多錢電車公司啦咁樣。咁呢一個錢啦，呢一個責任咧係咪個客可以承擔到呢個額外嘅費用㗎？呢個數字好龐大嘅喎咁，因為監製咧就係負責管理錢噶嘛，而其他部門咧係唔會理嘅。咁我坐喺度咧就係要話俾佢哋聽，呢個係呢個現實嘅情況，呢個事實，我就係坐喺度講事實嘅。咁可能呢啲好特別嘅情況咧，先至會我哋坐埋一齊嘅。否則嘅話咧，我監製部同埋客戶服務部咧就唔會參與喺呢個廣告嘅構思呢一個過程裡面咯。通常佢哋就係度完橋啦，真係有一個可以佢哋覺得 OK 嘅橋咧，大致出到嚟咧，咁就會同我哋開個會俾我哋睇一睇。咁大家各部門都覺得 OK 咧，然後就可以 sell 同個客 sell 橋啦。咁大家可能喺電視劇都見過聽過咩叫 sell 橋，咁就係咁喺 sell 橋嘅時候咧，都需要一啲技巧同埋注意嘅。咁呢一樣嘢就唔會喺度講啦，咁因為都比較複雜。咁sell 好橋之後咧，接落嚟咧就係我嘅工作啦。我就要去聯絡唔同嘅製作公司啦，將我哋構思咗出嚟嘅呢個故事咧，去揾唔同嘅製作公司導演去攞呢個 quotation，即係攞呢個報價啦。咁當然我之前咧都要睇一睇邊一個導演適合拍呢一個廣告嘅。喺90年代期間咧，好多導演都有佢自己嘅製作公司嘅。咁就算係自由身都好啦，佢哋都會有一啲咧已經係合拍開好好嘅製作公司去幫佢手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咧，我揾製作公司就好少需要直接揾個導演嘅。咁點都好啦，個故事翻到嚟我度咧，咁我就要諗下呢一個廣告邊一個導演適合拍啦。咁然後就去聯絡。然後咧就要攞 quotation 啦。咁一般嚟講咧，貨比三家啦，係咪啊？即係投標咁樣啦。咁大家睇下咩價錢啦，睇下佢點樣做啦，咁樣先揀啦，係嘛？咁喺從中，譬如我見到有一個，咦，突然好平或者突然好貴咧，咁我就會好要同佢哋聯絡啦，問下點解你呢個價錢咧？你呢個價錢做到啲乜嘢咧？你幾耐可以起貨咧？然後再去決定揾邊一個導演做啦。另外，我亦都要去聯絡一啲後期嘅剪接公司啦、配音公司啦等等。咁好啦，揾到導演拍呢一個廣告咧，接落嚟咧就輪到佢哋要做嘢啦。我哋廣告公司咧俾佢嘅一
只係一個故事大綱，一個概念。都可能有圖片嘅，可能喺一張 A4 紙度咧畫6至8格嘅圖片，係一個好粗略嘅故事大綱，一個概念。咁去到製作公司，去到導演手度咧，佢哋點樣處理個畫面，點樣拍，點樣分鏡去拍咧？咁呢一個就由佢哋負責啦。導演咧係需要俾翻一個詳細嘅拍攝分鏡俾我哋嘅。一般咧，起碼都要有30幾格咁以上咁樣嘅 storyboard 啦，去俾翻我哋睇嘅。當製作公司完成咗佢哋要做嘅嘢之後咧，咁就可以3個 party 去開會啦。客戶啦、廣告公司啦、廣告製作公司咧就一齊開會啦。佢哋要將佢分鏡點樣拍。因為咧，只係俾我哋睇都係圖片啦，咁冇動作噶嘛，咁有陣時啲客咧會唔明嘅，所以可能佢哋喺開會嘅時候咧，就要即場做少少動作啦，去解釋俾個客聽。咁解釋俾個客聽，你點樣嘅動作可以傳遞到佢呢個產品出嚟俾觀眾睇咧？係嘛？喺拍攝方面咧，要解釋清楚點樣拍啦。另外咧，演員嘅衣着啦，同埋道具咧，都係需要俾客過目嘅。咁喺開會嘅過程中咧，一般都唔會好順利嘅，一定有好多問題出現嘅。咁監製呢個角色咧，就係要去平衡幾個 party 嘅需要啦。製作公司嘅導演咧，當然好想拍佢想要嘅嘢，而客戶咧又好想要佢嘅嘢。咁咧，你就要喺中間平衡，去拆掂呢件事啦。咁所以好多同行咧都話我哋呢個監製呢個職位咧係一個30位嚟嘅，都幾嘅，其實都幾富挑戰性嘅嚇。每一次開會都好挑戰。另外就係除咗開會之外咧，我哋都要周旋喺好多個 party， 公司唔同內部嘅同事咧，其實都要平衡利弊。因為有陣時咧，你知道創意嘅人咧會諗得好大嘅，大家可能都睇過一啲電影導演嘅訪問啦。創作人咧，佢哋係可以諗到天馬行空咧，諗到好美好嘅。但係對我哋監製嚟講咧，揸住錢嗰個咧就唔係咁樣講法啦。如果呢個廣告假設好似麥當勞咁樣，佢俾咗呢個廣告我負責咧。佢喺呢一個投資放喺廣告製作呢一個部分嗰嚿錢咧，就係我負責嘅咯喎。譬如佢俾咗500萬我哋拍廣告嘅，咁我就唔可以超過呢個數目。拍完廣告之後可以有剩啊，更加好，剩咗落嚟咧可以做其他嘅推廣啊嘛。因為個客每1年或者每2年俾咗一嚿錢，點樣分配咗去電視廣告製作呢一度俾咗幾多錢呢？你就要盡量喺呢一嚿錢裏面就要做好呢件事啦。咁頭先講緊開會啦，有時個客又好理想化，想要一啲嘢啦，咁你就要喺開會嘅時候點樣好有技巧地去同佢講做唔到㗎，或者係呢樣嘢入咗鏡頭唔好睇㗎等等。呢啲就要睇個人經驗啦。呢啲説話嘅技巧咧，就唔喺呢條片度講啦。咁當一切都 OK 晒之後咧，就嚟到拍攝現場啦。有陣時你睇到電視劇咧，你就會見到一個人喺度，哇，好似又做導演啦，又搞演員化妝啦，又搞佢啲衫啦，好多嘢搞嘅。點會得嚟咁多嘢搞啊？你當其他人唔存在，其他嘅職位唔存在嘅咩？我呢個角色咧就必定要喺現場嘅。假如我手頭上有2-3個廣告撞咗期都好啦，咁一般我自己安排咧，我哋安排都唔會安排2個廣告同日拍攝嘅，咁所以可能拍攝緊呢一個廣告嘅時候咧，有其他廣告喺做緊其他嘢，咁我可能要行開去做其他嘢，但係我就一定要大部分時間都留喺拍攝現場嚇。我行開一陣冇問題，咁但係
一定要大部分時間喺拍攝現場啦。咁如果拍攝現場有客喺度咧，就會有客戶服務部嘅人喺度啦。咁就視乎有幾多個客啦，視乎幾大嘅客啦，需要幾多客戶服務嘅同事去服務佢哋啦。如果一日個客未嚟咧，即係例如我哋早上開始拍咧，咁個客下晝先到咧，咁一般客戶服務部嘅同事咧都會早個客少少到嘅。咁除咗我監製呢個角色之外咧，copywriter 啦、art director 咧都一定要喺度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喺廣告公司派出去拍攝現場咧，就必定有我哋3個人喺現場。咁而製作公司方面咧，咁佢就會有佢嘅導演啦，有佢製作公司嘅監製啦，有攝影師啦，有攝影師助手啦，有收音師啦、化妝師啦、髮型師啦、服裝啦等等，咁可能係講緊10幾20個人喺度做嘢噶啦。咁頭先我講嘅喺電視劇你見到嘅一個人做晒咁多嘢就唔會啦，因為每一個你頭先聽到我講化妝、髮型、服裝都有唔同嘅人去負責噶嘛。喺拍攝期間咧，基本上我哋廣告公司嘅人咧冇特別嘢發生，冇特別嘅錯誤咧，我哋係唔需要出聲嘅。我哋只係坐喺電視機前面，佢個攝影機咧，就會駁咗喺個電視嗰度。咁我哋就會從電視睇翻佢拍出嚟嘅畫面。咁通常我哋咧就係一邊睇住個電視，一邊就喺度食零食。所以嗰陣時咧，通常拍攝現場咧有1-2盒零食喺度去服侍我哋。最好你就一路食啦，一路食啦，閉嘴啦嚇。導演就好怕我哋會出聲，一出聲即係有鑊氣啦。所以同喺電視劇拍出嚟咧，一個角色要去搞咁多嘢咧，係唔可能發生㗎咯。總之我哋坐喺度嘅意思咧，就係保證導演拍出嚟嘅嘢同開會嘅時候俾個客睇嘅嘢，個客知道嘅嘢係一樣，咁就 OK 嘅啦。所以喺一日拍攝嘅時候咧，24小時坐喺度，我哋可以唔出聲嘅，淨係食咁咁就好平靜、好 smooth 咁樣去完咗呢件事啦。有啲朋友問過我，你呢份工好有趣喎，咁都有趣嘅，咁可能係比一般嘅文職冇咁悶啦，咁但係其實每一份工都有佢嘅甜酸苦辣嘅，好似我監製呢份工咧，我生活嘅時間表真係好凌亂，即係我自己個人嘅時間表真係好凌亂，我係連約朋友食飯都唔敢㗎嚇。咁咧不過咧就可以令到我識得好多人啦，亦都見到好多唔同嘅生活方式同埋文化啦。每一次出去第度拍攝咧，又學到好多嘢啦。雖然有陣時真係都幾攰嘅嚇，特別係通宵趕片嘅時候咧，真係好攰。但係當見到自己嘅作品出現嘅時候咧，喺電視上出現嘅時候咧，都開心嘅。咁最後我都想講啦，無論係乜嘢工作咧，最緊要係揾到自己滿足嘅位置。唔係每個人都適合朝九晚五，亦都唔係每個人都啱做我呢份無時無刻都要預備翻工成日都要周圍飛咁唔穩定嘅。即係喺嗰段時間咧，我真係覺得我搭飛機多過搭巴士，好頻撲嘅生活，亦都未必係個個都啱嘅。最緊要係揾到屬於自己嘅節奏同埋步伐啦。咁做人就係咁噶啦，無論揀咩路行咧，都有佢嘅挑戰同埋機會嘅。最緊要係清楚自己要啲乜，咁就大膽啲去追求，堅持落去。頭先我所講嗰個製作流程咧，嗰個電視廣告嗰個製作流程咧，其實就係簡化咗好多噶啦，係希望容易啲令大家明白嘅。咁實際操作咧，仲有好多流程，仲有好多嘢喺裏面啦。咁如果大家係想知多啲嘅，可以喺留言度寫低我會一一回覆嘅。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